校卫队负责人魏向东。校卫队的总负责人是魏向东，学校工会的生活委员。说起来，魏向东在师范学校里头应当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了。魏向东原来是一个留校的教师，除了工作上肯卖力气，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地方，挺温和的一个人，胆子相当小。文革到来之后，魏向东老师自己把自己吓了一大跳，没想到自己还有这样的一手，拳头硬，出手又火爆，很快就上去了。魏向东的出手使得师范学校的革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可以说星火燎原。当然了，回过头来看，那只是一场梦。历史很快还原了魏向东的真面貌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一个打砸抢分子，属于三种人。老书记从大牢里走出来之后，官复了原职，老师们以为魏向东一定会倒大霉了，魏向东没有。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书记非常大度，书记说了，不要搞阶级报复，要团结，要稳定。阶级报复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。老书记的话决定了魏向东的命运。做过17次检查，流过26次眼泪，发过9次毒誓之后，魏向东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。他来到了保卫科，因为保卫科就是魏向东一个人，所以魏向东同时担任工会里的生活委员。工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主席历来都是由副校长兼着，虽然像模像样的挂着一块牌子，还拨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，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还是魏向东一个人。这一来，工会就不再像工会，而成了保卫科，成了专政的机关了。工会的生活工作说穿了，其实就是妇女工作。魏向东给女教师发避孕药、避孕套、卫生巾、洗发膏，工作干得很卖力气，相当好。关键是魏向东的心态调整得很端正，能上能下。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到底还是一条好汉。他在工会会议上对全体女教师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不要拿我当男人了，你们甚至都不要拿我当人。我现在是妇女用品，你们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来。魏向东5大3粗的一个人，他这样说，让女教师们笑得直不起腰杆子。要是换了别人，女教师们一定会骂臭流氓。可是这句话由魏向东说出来，不一样了。一个横刀立马的人摔了大跟头，还能够这样，真是很不错了。魏向东和女教师们打成一片，和他们的关系格外的融洽。比方说，女教师们来领工具了，他会说，张老师，这个是你的，你丈夫的直径33毫米。王老师，这个是你的，你丈夫的直径35毫米。都要死了，都说这样的粗话了。魏向东说，我粗，我承认还不行吗？我的确很粗。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女教师不仅不讨厌，反而都喜欢这样热心肠的人，又挺风趣，谁不喜欢？谁不喜欢欢天喜地？谁还想绷着一张阶级脸过日子呢？让魏向东主持校卫队的工作，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但是校领导还是严格的走完了组织上的程序，先由前主任动议，书记再亲口同意，这才定下来了。校卫队还是由魏向东来抓比较合适，魏向东有这样的能力。上学期学校里来了2位小偷，魏向东把他们抓住了，一不打二不骂，只是把他们反绑起来，从医务室里拿来了2张伤尸解痛膏，一只眼睛上贴一张。2个小偷站在操场上，能走能跳能跑，就是逃不掉。他们用脚四处摸，像在水底下摸鱼，样子十分的好笑。7个小时之后，他们自己就跪下了，嚎啕大哭，连老书记看着都笑了。
私下里承认魏向东在教育管理上的确有一套。校尉队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岗位，让魏向东发挥余热，发挥特长，对他自己对工作终究是好事。当然，鉴于魏向东的特殊情况，即使是使用，也只能是有控制的使用。这个控制分寸上由钱主任来掌握。小魏，你看怎么样？钱主任坐在学生处，这样对魏向东说。魏向东只比钱主任小11个月，但是钱主任历来都喊魏向东小魏，这一来自然就有了上下级的意味，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意味。小魏站在钱主任的对面，像一个学生，很诚恳地说：钱主任怎么说，我怎么执行。钱主任说：多汇报。小魏说：是。钱主任很满意，钱主任这样的人就这样，不喜欢马屁精。你要是真的拍了，钱主任也能够一眼看出来。但是钱主任喜欢说话办事都恭恭敬敬的人。钱主任很满意，说：去吧。校尉队负责人这个称呼相当的模糊，它可以说是一个职务，也可以说不是一个职务。然而这个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魏向东的手下又有了一群兵，又有了可以使用的人了。这一来就和一般的闲职区分开来了。再怎么说，魏向东现在从事的也是一项领导工作，特别的令人欣慰。魏向东上任后不久就开始分别找人谈话，个别交谈，这样的工作方式魏向东还是喜爱，所以保留了。晚自修的时候，王玉央亲眼看见魏向东把庞凤华叫出了教室，站在走廊里头，两个人都很认真，十分亲切地交谈了很久。玉央想，人家庞凤华现在是积极分子了，往后在他的面前还是要注意一些，不要说的太多。不过玉央又想，自己在班里头什么也不是，属于长江里的一泡尿，有你不多，没你不少，好事和坏事都轮不上，操这份闲心做什么？这么一想，玉央坦然多了。可是这种坦然有那么一点特别，不疼不痒，不苦不甜，却有点酸。玉央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。玉央知道自己对庞凤华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嫉妒了。玉央不敢和别人较劲，可是私下里头觉得和庞凤华还是有一比的。现在倒好，自己在庞凤华的面前彻底的落了下风了。同学们私下说，经过班主任老师的点拨，庞凤华现在已经能够读得懂朦胧诗了，这是很不简单的。看起来庞凤华的进步的确是很显著了。